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办公室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张伟强握紧拳头，看着对面桌后那个油腻的中年男人。你姑妈是哪根葱？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他心上。38岁的张伟强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这个小小的学校后勤办公室里被人如此羞辱。更没想到的是，这个叫赵明辉的后勤主任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姑妈是谁。那个在这座城市里呼风唤雨的女人，那个连市长都要礼让3分的女人，在这个男人眼里竟然只是哪根葱。张伟强的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他决定让这个男人明白，有些葱是他永远惹不起的。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秋风萧瑟，梧桐叶黄。张伟强推着那辆破旧的3轮车，沿着学校的小径缓缓前行。车上堆满了从各个教学楼收集来的垃圾，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他已经在这所职业技术学校的后勤部门工作了3年。3年前，他从那家倒闭的纺织厂失业后，托人找关系才进了这里。虽然只是个清洁工，但在这个小城市里，能有份稳定的工作已经不容易了。老张又在发呆啊？同事李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手里拿着扫帚，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没有，在想事情。张伟强勉强挤出一丝笑意。李建国是个老实人，在这里干了10几年，从来不惹事，也从来不抱怨。他总是告诉张伟强，安分守己就好，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听说新来的主任脾气不太好，你可得小心点。李建国压低声音，昨天小王就因为垃圾桶没刷干净，被骂得狗血喷头。张伟强点点头，心里却不以为然。他的姑妈张玉华是这座城市里有名的女强人，从一个小摊贩做起，现在已经是拥有数家企业的老板。更重要的是，他在政府部门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只要姑妈一句话，别说一个小小的后勤主任，就是校长也得给几分面子。想到这里，张伟强的腰杆不由得挺直了几分。张伟强！一声暴喝从身后传来。张伟强转过身，看到一个身材矮胖、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正气势汹汹地走过来。这人就是新来的后勤主任赵明辉。你看看你干的什么活？赵明辉指着垃圾车，这车子脏成什么样了？还有你的工作服，几天没洗了。张伟强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工作服，确实有些脏污，但也不至于这么严重。主任，我每天都在清洗，别给我找借口。赵明辉打断了他的话，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偷懒耍滑的员工。你要是不想干，趁早滚蛋。周围的同事们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张伟强。张伟强感到血液直冲脑门，拳头紧握，但他还是强忍着怒火，低声说道：主任，我会注意的。注意？赵明辉冷笑一声，我看你是根本没把工作当回事。从明天开始，你负责全校的厕所清洁，1个月后我再考虑是否让你继续留在这里。厕所清洁是后勤部门最脏最累的活，也是最没人愿意干的活。张伟强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主任，我怎么有意见？赵明辉眯着眼睛，你以为你是什么人物？在我这里老老实实干活就行了，别想着耍什么花招。张伟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压制着内心的愤怒。他想起了姑妈张玉华常说的话，做人要低调，但不能没有底线。现在
他的底线正在被一点点地践踏。我明白了，张伟强咬着牙说道。赵明辉满意地点点头，转身离开了。李建国走过来，轻声安慰道：老张，忍一忍吧，这种人就是喜欢欺负老实人。张伟强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推着垃圾车继续前行。夕阳西下，整个校园都被染成了金黄色，但张伟强的心里却如同乌云密布。第二天一早，张伟强就开始了他的新工作。学校里一共有23个厕所，分布在各个教学楼、宿舍楼和办公楼里。每一个厕所都需要彻底清洁，不仅要刷洗便池，还要拖地、擦镜子、补充手纸和洗手液。张伟强穿着橡胶手套，戴着口罩，一个厕所一个厕所的清理着。刺鼻的气味让他几次差点呕吐出来，但他还是坚持着。老张，你这是何苦呢？李建国路过时，看到张伟强正在清理最脏的那个厕所，不禁摇头叹息。没办法，总得有人干。张伟强苦笑着说道：你要是实在受不了，就辞职算了。李建国建议道：以你的能力，找个别的工作应该不难。张伟强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着李建国：建国，你说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憋屈？李建国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是明明有能力反抗，却不得不忍气吞声的时候。张伟强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他想起了姑妈张玉华。姑妈从小就告诉他，做人要有骨气，不能被人随意欺负，但同时他也教导他要懂得隐忍，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爆发。时机还没到，张伟强心里默默地说道。下午3点，张伟强正在清理教学楼3楼的厕所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赵主任，这个月的清洁用品费用又超支了。超支就超支，难道还要我自己掏钱？可是上面的领导怎么了？我告诉你，我赵明辉在这里说了算。张伟强透过门缝看到，赵明辉正在和财务科的一个女同事争论着什么。赵主任，您这样做不合规定。那个女同事怯生生地说道。规定？赵明辉冷笑一声，我就是规定，你要是不服，可以去找校长投诉。女同事被吓得不敢再说话，低着头匆匆离开了。张伟强皱起了眉头，他在这里工作了3年，对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还是比较了解的。后勤部门的每一笔开支都需要严格审核，不可能随意超支。但赵明辉显然不把这些规定当回事，看来这个人不仅脾气不好，还有问题。张伟强心里想到。傍晚时分，张伟强终于清理完了最后一个厕所，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刚想休息一下，就听到门外传来敲门声。伟强，有人找你。张伟强打开门，看到一个穿着得体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外。姑妈，来人正是张玉华，她今年53岁，保养得很好，看上去只有40岁左右，一身黑色的职业套装，配上精致的妆容，显得端庄而威严。伟强，你这是怎么了？张玉华看到张伟强憔悴的样子，不禁皱起了眉头。没什么，就是工作累了点。张伟强不想让姑妈担心。别骗我。张玉华走进房间，仔细打量着张伟强。你从小就是这样，有什么事都憋在心里。张伟强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姑妈。张玉华听完后，脸色变得阴沉。这个赵明辉是不是不想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姑妈，算了吧。张伟强摇头道，我不想因为这点小事麻烦你。小事？
张玉华的声音提高了几分。有人欺负我的侄子，这还是小事。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伟强，你记住，我们张家的人从来不怕事，但也不能被人随意欺负。那你想怎么办？张玉华停下脚步，眼中闪过一丝冷光。我会让他知道，有些人是他惹不起的。第3天早上，张伟强照常来到学校，但他发现今天的气氛似乎有些不太对劲。同事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时不时地朝他这边看一眼。老张，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李建国神秘兮兮地凑过来问道。没干什么，在宿舍休息。张伟强如实回答。那就奇怪了。李建国挠挠头，听说昨天晚上赵主任被校长叫去谈话了，一谈就是2个小时。张伟强心里一惊，但表面上还是保持着平静。可能是工作上的事情吧。工作上的事情？李建国摇摇头，我看不像。听说校长的脸色很难看，赵主任出来的时候脸都白了。正说着，赵明辉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他的脸色确实很难看，眼睛里还带着血丝，显然一夜没睡好。赵明辉远远的就开始喊张伟强的名字。张伟强走过去，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找人告状了？赵明辉压低声音问道。没有。张伟强摇头否认。没有。赵明辉冷笑一声。那校长怎么会知道我让你清理厕所的事情？张伟强心里明白了，看来姑妈昨天晚上确实有所行动。主任，我真的没有告状。张伟强依然坚持否认。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赵明辉的声音越来越大。我告诉你，就算校长给你撑腰，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周围的同事们都被吸引过来，远远地围观着。主任，你这样说话不太合适吧？张伟强终于忍不住了。不合适。赵明辉指着张伟强的鼻子。我看你是翅膀硬了，敢跟我顶嘴了。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主任，你应该有点基本的素养。张伟强的声音很平静，但眼中已经有了怒火。素养？赵明辉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你一个扫厕所的，跟我谈素养？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张伟强。扫厕所怎么了？张伟强站起身。扫厕所也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比那些贪污腐败的人强多了。你说什么？赵明辉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你敢说我贪污腐败？我没有指名道姓。张伟强冷冷地说道。但如果你觉得我在说你，那可能是你心里有鬼。围观的同事们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们没想到平时老实巴交的张伟强竟然敢这样跟赵明辉说话。好，很好。赵明辉气得浑身发抖。张伟强，你等着，我一定要让你滚出这个学校。那你试试看。张伟强毫不示弱地回应道。就在这时，校长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走了出来，正是校长李国强。怎么回事？李国强皱着眉头问道。大早上的吵什么？校长，这个张伟强太嚣张了，竟然说我贪污腐败。赵明辉立即告状。李国强看了看张伟强，又看了看赵明辉，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都回去工作吧。李国强摆摆手，有什么事情到我办公室说。校长，这个张伟强，我让你回去工作。李国强的声音严厉了几分。赵明辉不敢再说什么，只能恶狠狠地瞪了张伟强一眼，然后灰溜溜地走了。李国强走到张伟强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张，做人要低调一点。张伟强点点头，心里却在想着姑妈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当天下午，
张伟强接到了姑妈的电话：“伟强，晚上来我家吃饭。”张玉华的声音听起来很轻松，但张伟强能感觉到其中的深意。晚上7点，张伟强来到了姑妈的别墅。这是一栋位于市中心的3层别墅，装修豪华而典雅。姑妈独自一人住在这里，偶尔会有保姆来打扫。伟强来了。张玉华穿着一身休闲装，看起来比白天轻松了许多。姑妈，你昨天晚上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张玉华打断了他的话。餐桌上摆着4菜1汤，都是张伟强爱吃的菜。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张玉华夹了一块肉放在张伟强的碗里。都是姑妈不好，没有早点关心你。姑妈，你别这么说。张伟强有些不好意思。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应该自己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张玉华放下筷子。伟强，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张伟强摇摇头。我从一个小摊贩做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张玉华的眼中闪过一丝回忆的光芒。这期间，我遇到过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也被人欺负过、羞辱过，但你都挺过来了。是的，我都挺过来了。张玉华点点头。但你知道我是怎么挺过来的吗？张伟强等待着姑妈的回答。靠的是不服输的精神，靠的是永不妥协的态度。张玉华的声音变得坚定。我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践踏我的尊严，哪怕他是天王老子。所以你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给李国强打了个电话。张玉华淡淡的说道：“我们是老朋友了，他的校长位置，当年还是我帮忙争取的。”张伟强恍然大悟，原来姑妈和校长有这样的关系。不过我没有直接说你的事情。张玉华继续说道：“我只是提醒他，应该好好管理一下后勤部门。有些人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学校的声誉。”然后呢？然后李国强就明白了。张玉华笑了笑，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该怎么做。张伟强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他为姑妈的关心而感动，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太光彩。姑妈，我不想因为你的关系而得到特殊照顾。张伟强诚实地说道。特殊照顾？张玉华的声音提高了几分。伟强，你要搞清楚，我不是在给你特殊照顾，我是在为你讨回公道。这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张玉华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特殊照顾是不劳而获，讨回公道是维护正义。那个赵明辉欺负你，本身就是不对的。张伟强沉默了一会儿。姑妈，你说的对，我知道你是个有骨气的人，不愿意依靠别人的关系。张玉华坐回到张伟强身边。但是在这个社会上，有时候你必须学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我明白了，但是我也要提醒你。张玉华的表情变得严肃。这次我可以帮你，但以后的路还是要靠你自己走。我知道。还有，那个赵明辉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张玉华提醒道。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张伟强点点头，心里已经有了预感。果然，第二天一早，张伟强就感受到了来自赵明辉的报复。他被安排去清理学校最偏僻的那个仓库，那里堆满了各种废弃的桌椅和杂物，已经好几年没有人清理过了。张伟强，这个仓库必须在今天之内清理完毕。赵明辉恶狠狠地说道。如果完不成，你就别想下班了。张伟强看了看那个仓库，里面的东西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工作量至少需要3个人干一整天，但他没有抱怨，只是默默地开始了工作。
仓库里的灰尘很厚，张伟强刚进去就被呛得直咳嗽。他戴上口罩，开始一件一件地搬运那些废弃的桌椅。有些桌椅已经破损得很厉害，搬运的时候还会划伤手。中午的时候，李建国偷偷跑过来看他：“老张，你这是何苦呢？”李建国心疼地说道：“这明显是故意整你。”“没关系，反正也是工作。”张伟强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可是这样的工作量，一个人根本完不成。李建国着急地说道：“要不我帮你一起干？”“不用，被人看到了你也会有麻烦。”张伟强摇摇头。“那你打算怎么办？”张伟强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埋头工作。下午3点的时候，张伟强的手机响了。“伟强，你在哪里？”是姑妈的声音。“我在学校的仓库里。”“仓库？你去仓库干什么？”张伟强把今天的情况简单的告诉了姑妈。“这个赵明辉真是不知死活。”张玉华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你等着，我马上就过去。”“姑妈，别来！”张伟强连忙阻止。“我能处理。”“你怎么处理？”“我有办法。”张伟强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下午3点，我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2个小时？张玉华的声音里充满了担忧。“伟强，你别逞强。”“姑妈，相信我。”挂断电话后，张伟强继续工作，但他的心里已经有了计划。下午5点，赵明辉来到了仓库。他本来以为会看到张伟强狼狈不堪的样子，但眼前的情景却让他大吃一惊。仓库里的东西虽然没有全部清理完毕，但已经清理了大半。更重要的是，张伟强把那些还能使用的桌椅都整齐地摆放在一边，把那些完全损坏的放在另一边。“怎么样，主任？”张伟强擦了擦汗水。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但基本的清理工作已经做完了。赵明辉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本来想借这个机会好好折磨一下张伟强，没想到对方竟然真的做到了。“哼，算你厉害。”赵明辉冷哼一声，“但这只是开始。”“什么意思？”“明天你继续清理，直到全部清理完毕为止。”赵明辉恶狠狠地说道。张伟强点点头，没有反驳，但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冷光。晚上，张伟强回到宿舍后，立即给姑妈打了个电话。“姑妈，我需要你帮个忙。”“什么忙？”“我想查一下赵明辉的底细。”张伟强的声音很平静。“我怀疑他在工作中有违法违纪的行为。”“你有证据吗？”“暂时没有，但我有线索。”张伟强回忆着前几天看到的那一幕，他和财务科的人争论过清洁用品的费用问题。这种事情很常见，不一定说明什么问题，但他的态度很可疑。张伟强继续说道：“一个正常的主任不会对财务审核如此反感。”张玉华沉默了一会儿。“好，我会让人去查的。”“谢谢姑妈。不过，伟强，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如果查出了问题，你要让我来处理。”张玉华的声音变得严肃。“你不要自己贸然行动。”“我明白。”挂断电话后，张伟强躺在床上，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这场较量才刚刚开始，而接下来的几天将会决定他和赵明辉之间的胜负。第二天一早，张伟强继续去清理仓库，但这次他不再是一个人。李建国偷偷跑过来帮忙，还有几个其他的同事也过来搭手。“老张，我们都看不下去了。”李建国一边搬东西一边说道：“这个赵明辉太过分了。”“是啊，这明显是故意整人。”另一个同事也附和道。张伟强心里很感动，但表面上还是保持着冷静。“谢谢大家。”
但你们不要因为我而得罪赵明辉，得罪就得罪，我们又不是他的奴隶。”李建国不屑地说道。正说着，赵明辉出现了。“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赵明辉看到这么多人在帮张伟强，脸色立即变得铁青。“我们在帮老张干活。”李建国理直气壮地说道。“帮他干活？”赵明辉冷笑一声，“这是他的工作，关你们什么事？我们愿意帮忙，你管得着吗？我管得着吗？”赵明辉的声音提高了几分。“我是这里的主任，你们都是我的下属。”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张伟强站起身，走到赵明辉面前。“主任，这是我的工作，我会自己完成。”他转向其他同事：“大家都回去工作吧，谢谢你们的好意。”同事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离开了。现在仓库里只剩下张伟强和赵明辉两个人。“张伟强，你以为找几个人帮忙就能对付我？”赵明辉逼近张伟强：“我告诉你，在这个学校里，我说了算，是吗？”张伟强冷冷地看着他：“那你知道我姑妈是谁吗？”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仓库里爆炸开来。赵明辉愣了一下，然后爆发出一阵狂笑：“你姑妈？”他笑得前仰后合。“你姑妈是哪根葱？”张伟强的眼中闪过一丝冷光。“你确定你想知道？”“当然想知道。”赵明辉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扫厕所的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姑妈。”“我姑妈叫张玉华。”张伟强一字一句地说道。赵明辉的笑声戛然而止。“张玉华？”他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你说的是华兴集团的张玉华？”“没错。”张伟强点点头，“就是那个张玉华。华兴集团是这座城市里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涉及房地产、建筑、餐饮等多个行业。而张玉华作为华兴集团的董事长，在这座城市里绝对是呼风唤雨的人物。”赵明辉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不可能，你在骗我！”他色厉内荏地说道。“张玉华那样的人物，怎么可能有你这样的侄子？信不信由你。”张伟强耸耸肩：“不过我可以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亲自来告诉你。”“你敢？”赵明辉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为什么不敢？”张伟强掏出手机：“要不要我现在就打？”“等等！”赵明辉连忙阻止：“就算张玉华真的是你姑妈，那又怎么样？这里是学校，不是他的公司。”“你说的对。”张伟强收起手机：“这里确实是学校，但你知道吗？我姑妈和李校长是多年的朋友。”赵明辉的脸色彻底变白了。他想起了前几天校长叫他去谈话的情景，想起了校长那阴沉的脸色。“现在你还觉得我姑妈是哪根葱吗？”张伟强冷冷地问道。赵明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张伟强继续说道。“你在想，就算我姑妈真的是张玉华，她也不会为了我这样一个小人物而大动干戈，难道不是吗？”赵明辉强撑着说道。“那你就错了。”张伟强的声音变得低沉：“我姑妈这个人最护短了，谁欺负她的家人，她就会让谁付出代价。你在威胁我？”“我没有威胁你。”张伟强摇摇头，“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就在这时，仓库外面传来了脚步声。“伟强，你在里面吗？”是张玉华的声音。赵明辉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姑妈，我在这里。”张伟强应道。很快，张玉华就出现在了仓库门口。今天的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风衣，看起来既优雅又威严。“伟强，你在这里做什么？”张玉华皱着眉头问道。“在清理仓库。”张伟强如实回答。“清理仓库？”
张玉华的目光转向赵明辉，这是谁安排的？赵明辉想要说话，但发现自己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是这位赵主任安排的。张伟强指了指赵明辉。张玉华走到赵明辉面前，上下打量着他。你就是赵明辉？是的。赵明辉结结巴巴地回答。我听说你对我侄子很不友好。张玉华的声音很平静，但其中蕴含的威压却让人不寒而栗。没有的事。赵明辉连忙否认。我们只是在正常的工作交流。正常的工作交流。张玉华冷笑一声，让一个人清理这么大的仓库，这就是你说的正常工作交流？这是工作需要。赵明辉的额头开始冒汗。工作需要？张玉华的声音提高了几分。我看你是故意刁难吧？我真的没有。够了！张玉华打断了他的话。我不想听你的解释，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赵明辉连连点头。您是华兴集团的董事长张玉华女士。既然知道，那你应该明白，我有能力让你在这个城市里混不下去。张玉华的话如同利剑，直刺赵明辉的心脏。张女士，我错了。赵明辉终于承受不住压力。我向您和张伟强同志道歉。道歉？张玉华摇摇头。道歉有用的话，要法律干什么？那您想怎么办？张玉华没有回答，而是转向张伟强。伟强，你说该怎么办？张伟强看了看赵明辉，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他为姑妈的维护而感动。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样的胜利有些不够光彩。姑妈，算了吧。张伟强最终说道。大家都是同事，没必要闹得太僵。你确定？张玉华有些意外。我确定。张伟强点点头。但我希望赵主任以后能够公平对待每一个员工。这个自然。赵明辉如蒙大赦，连连点头。张玉华深深地看了张伟强一眼，然后转向赵明辉。算你运气好，遇到了我这样宽容的侄子。他的声音变得严厉。但我警告你，如果再有下次，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不会有下次的，绝对不会。赵明辉保证道。最好如此。张玉华说完，转身离开了仓库。张伟强跟在后面，临走前回头看了赵明辉一眼。此时的赵明辉已经瘫软在地上，满头大汗。走出仓库后，张玉华和张伟强沿着校园的小径慢慢走着。伟强，你刚才为什么要放过他？张玉华问道。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胜利没有意义。张伟强诚实地回答。我希望用自己的能力赢得尊重，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关系。你这个想法很好。张玉华点点头。但有时候，在这个社会上，你不得不利用一些关系。我明白。张伟强停下脚步。姑妈，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些。谢什么？张玉华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是一家人，但我不想总是依靠你。我知道。张玉华的眼中闪过一丝欣慰。这也是我欣赏你的地方。两人继续往前走。对了，我让人查了一下那个赵明辉。张玉华突然说道。查出什么了吗？张伟强立即来了兴趣。确实有问题。张玉华的声音变得严肃。他在采购清洁用品和维修材料的时候，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什么违规行为？虚报价格，从中牟利。张玉华解释道。他和几个供应商勾结，把原本几千元的采购合同虚报成几万元。张伟强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么严重？不仅如此，张玉华继续说道，他还利用职务之便，把学校的一些设备和材料据为己有。
那现在怎么办？我已经把这些证据交给了相关部门。张玉华说道，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他没想到赵明辉竟然真的有这么多问题。姑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查他的？从你第一次跟我说起他的时候。张玉华回答道，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不对劲。为什么？一个正常的主任不会无缘无故地针对某个员工。张玉华分析道，他对你的敌意太明显了，这说明他心里有鬼。张伟强点点头，心里对姑妈的敬佩又多了几分。那现在赵明辉知道这些事情吗？暂时还不知道。张玉华摇摇头，但很快就会知道了。果然，第二天一早，张伟强就听到了爆炸性的消息。老张，你听说了吗？李建国兴奋地跑过来，赵明辉被抓了。什么？张伟强装作很吃惊的样子。就在昨天晚上，纪检部门的人来学校把他带走了。李建国压低声音说道，听说是因为贪污受贿。真的假的？千真万确。李建国点点头，我亲眼看到他被带走的，那个时候他脸都白了，走路都在发抖。周围的同事们都聚过来，议论纷纷。我早就觉得这个人不对劲。是啊，平时就很嚣张，原来是有问题，活该。这种人就应该受到惩罚。张伟强听着同事们的议论，心里却没有太多的快感。虽然赵明辉确实罪有应得，但他总觉得这件事情的发展有些超出了他的预期。中午的时候，校长李国强把张伟强叫到了办公室。小张，坐下。李国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张伟强坐下后，李国强给他倒了一杯茶。你对赵明辉的事情怎么看？李国强开门见山地问道。我觉得很震惊。张伟强如实回答，没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吗？李国强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你真的不知道吗？张伟强心里一紧，但表面上还是保持着镇定。校长，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算了，不说这个了。李国强摆摆手，我想和你谈谈工作的事情。什么工作？后勤部门现在缺一个主任。李国强说道，我想让你来担任这个职务。张伟强愣住了。校长，我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李国强问道。你在这里工作了3年，对各项业务都很熟悉，而且你的品格我也了解，但我没有管理经验。管理经验可以学，李国强说道。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这一点你具备。校长，我需要考虑一下。好，你考虑吧。李国强点点头，但不要考虑太久。学校需要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走出校长办公室后，张伟强的心情很复杂。他知道这个机会很可能和姑妈有关，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改变命运的机会。当天晚上，张伟强再次来到了姑妈的别墅。姑妈，校长今天找我谈话了。张伟强开门见山地说道。我知道。张玉华淡淡地回答。他想让你当后勤主任，你知道。张伟强有些意外。李国强下午给我打过电话。张玉华解释道，他想征求我的意见。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这是你的事情，让他直接和你商量。张玉华看着张伟强，所以你是怎么想的？张伟强在沙发上坐下，陷入了沉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诚实地说道。一方面，我确实希望能够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我又担心这个机会来得太容易了。你担心别人会说闲话？不仅仅是这个。张伟强摇摇头，我更担心的是，我能不能胜任这个职务？为什么不能？张玉华反问道。你觉得自己哪里不如那个赵明辉？我没有管理经验，
赵明辉有管理经验，结果怎么样？张玉华冷笑一声，管理经验可以学，但品格是天生的。张伟强点点头，但心里还是有些犹豫。伟强，我问你一个问题。张玉华突然说道，你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诚实？不对。张玉华摇摇头，是勇气。勇气？是的，勇气。张玉华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勇气去面对困难，勇气去承担责任，勇气去改变现状。可是，没有可是。张玉华打断了他的话。伟强，你已经38岁了，不能再这样犹豫不决下去。姑妈，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够成功吗？张玉华的声音变得严肃。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也不是因为我有多幸运，而是因为我敢于抓住每一个机会。张伟强静静地听着。当年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一个女人做不了什么大事。张玉华回忆道，但我没有理会他们，我只是专注于自己的目标，然后我就成功了。张玉华转过身，看着张伟强，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而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敢于冒险。姑妈，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你的决定呢？我接受这个职务。张伟强站起身，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如果我做不好，我会主动辞职。张伟强认真地说道，我不想因为你的关系而占着位置不干事。好。张玉华满意地点点头，这才是我认识的张伟强。第二天一早，张伟强就去找了校长李国强。校长，我愿意接受后勤主任的职务。张伟强说道。很好。李国强高兴地说道，我相信你能够胜任这个工作。谢谢校长的信任。张伟强说道，但我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我希望能够公开竞聘。张伟强说道，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走后门上来的。李国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我答应你。1周后，学校发布了后勤主任公开竞聘的公告。虽然有好几个人报名，但最终张伟强还是凭借着自己的表现获得了这个职位。当张伟强坐在原来属于赵明辉的办公室里时，他的心情很复杂。他想起了那天赵明辉说的话，你姑妈是哪根葱？现在他想对赵明辉说，我姑妈确实是根葱，但她是一根能够改变命运的葱。但更重要的是，他要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依靠姑妈的关系，他要用自己的能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3个月后，张伟强已经完全适应了后勤主任的工作。他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管理制度，不仅规范了采购流程，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后勤部门的工作氛围。张主任，这个月的费用报表。财务科的李婷婷把一份文件放在张伟强的桌上。谢谢。张伟强接过文件，仔细查看着每一项支出，这是他当主任后坚持的习惯，每一笔费用都要亲自审核。张主任，您这样做会不会太累了？李婷婷关心地问道。不累。张伟强笑了笑，这是我的职责，但是以前赵主任，以前的事情就不要提了。张伟强打断了他的话，我们要向前看。李婷婷点点头，正准备离开，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了，张主任，今天有个人来找您。什么人？说是您的老同事，姓赵的。张伟强愣了一下。赵明辉？对，就是他。李婷婷点点头，我让他在会议室等着。张伟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我去见见他。会议室里，赵明辉正坐在椅子上，看起来憔悴了许多，他的头发白了不少，脸上也多了很多皱纹。张主任，
看到张伟强进来，赵明辉立即站起身，坐下吧。张伟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两人相对而坐，气氛有些尴尬。你找我有什么事？张伟强开门见山地问道。我想向你道歉。赵明辉低着头说道，当初我对你做的那些事情确实太过分了。张伟强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赵明辉继续说道，但我还是想说出来，至少让自己心里好受一些。你现在怎么样？张伟强问道。不太好。赵明辉苦笑一声，被判了3年缓刑，现在在一个小工厂里做工人，那也算是重新开始了。是的，重新开始。赵明辉抬起头，看着张伟强。张主任，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什么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张伟强想了想，然后回答道，从你第一次无理取闹的时候。因为一个正常的主任不会无缘无故地针对某个员工。张伟强解释道，你的敌意太明显了，这说明你心里有鬼。赵明辉点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丝佩服的表情。我当时确实小看了你，不是小看了我，是小看了正义。张伟强纠正道。正义？赵明辉有些困惑。是的，正义。张伟强站起身，你以为有权有势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你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存在。那你的姑妈？我姑妈只是帮我找到了证据，真正让你倒台的是你自己的行为。张伟强说道，如果你没有贪污受贿，没有人能够动得了你。赵明辉沉默了很久。我明白了，他最终说道。张主任，谢谢你愿意见我。不客气，张伟强说道，希望你能够真正的重新开始。赵明辉站起身，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张主任，最后一个问题。什么？你恨我吗？张伟强想了想，然后摇摇头。不恨，因为恨一个人太累了。张伟强淡淡的说道，我宁愿把精力用在做好自己的工作上。赵明辉深深地看了张伟强一眼，然后离开了。张伟强回到办公室，坐在椅子上，心情很复杂。他想起了那天在仓库里的对话，想起了赵明辉说的那句话，你姑妈是哪根葱？现在他明白了，姑妈确实是根葱，但不是普通的葱，它是一根能够给人温暖的葱，一根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别人的葱，一根值得尊敬的葱。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他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关系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品格和能力。只有当你自己足够优秀的时候，所有的关系才会变得有意义。夕阳西下，张伟强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校园里忙碌的学生们，他知道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那个曾经问他你姑妈是哪根葱的人，已经成为了过去。现在的他不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关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他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明。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